赛诺传说任务的第2章矛盾的处理，就像我在街上看到2辆车追尾了，然后车主们一脸严肃地下了车，我以为有大瓜吃，结果2个车主非但没吵架，看了一下损伤情况，200块钱私了了，平淡的就和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就是我做了2遍赛诺传说任务2和1遍赛诺传说任务1之后的评价。我认为赛诺传说任务2虽然有一段非常高光的战斗 CG， 但是也存在着结构松散、叙事平淡的问题。那我们先说结构松散。赛诺传说任务2在主线的故事之外加入了大量的日常向的对话内容，比如说露营这部分主要是塑造角色之间的友情，而在卡维和海哥找到我们复述他们的发现时，在开头还用了一小段对话去展现了海哥和卡维日常生活的状态，然后在追赶赛诺的时候又引出了迪西亚和坎蒂斯。虽然编剧在剧情中给他们安排的任务可能是拖一拖赛诺，让我们可以和赛诺碰头，但是从整个故事的结构来看，迪西亚和坎蒂斯的出镜并不影响主线内容的展开，纯纯的是作为工具人，而又因为他们是自激角色，所以还增加了和旅行者的对话，以及在结尾部分呢有法鲁山的出场。那么这些内容虽然占比并不大，但它们导致整个故事的时间变长，而且有些对话呢也不推进剧情，所以不免有一种啰嗦琐碎的感觉，会让玩家的注意力涣散，抓不住重点，觉得这个故事有些无聊。然后是造成叙事平淡感觉的原因，我觉得有2点。第一是版本 PV 里渲染了这次剧情的矛盾，提高了我作为玩家的预期，我感觉可能是要讲一个不得了的故事，会发生巨大的纷争，这就抬高了玩家对于本次剧情矛盾的一个预期。第二呢，是因为剧情对于矛盾的渲染不到位，或者说本身这件事它就不是一件血海深仇的大事。因为巴穆恩对于本次赛诺召回事件有非常灵活的底线，做了2手准备，所以当矛盾出现的时候，其实制造矛盾的这一方也还能再退步，那就注定这个矛盾它不会那么的尖锐，不需要斗得你死我活。那纵使赛诺有高光的战斗 CG， 但我作为玩家情绪没有被引导出来，只能说它确实是一段高质量的演出，但也仅仅是演出。那以上这些就是我没法给赛诺第2章传说任务更高评价的原因。当然我觉得玩家喜欢的剧情类型不同，对于本次赛诺剧情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。比如说喜欢日常类的玩家，他就会觉得露营很有意思。赛诺老师居乐时的塑造呢也很有亮点，是一个爽朗搞笑的老爷子，很吸粉，然后出场的角色很多，有一种见了不少老朋友的感觉，是合家欢的一个剧本。但喜欢看矛盾、喜欢看冲突的玩家肯定会觉得这个故事多少是有点无聊的。那其实这也是原神许多剧情中一贯以来的问题，或者我们说是风格吧，就是故事的主线推进的不够紧凑，喜欢加入一些细枝末节的日常内容，常常给玩家一种拖沓的感觉。我觉得日常呢不是不能有，而是放在开头或者结尾会更适当一些，这样的观感呢会更好。而且如果真的要写旅行者和角色的日常，那就把它加入到世界任务中嘛，加入一些角色类型的委托，写一些15分钟的小任务，那这种体量的任务我反倒觉得更适合日常类的剧情呢。一个传说任务动辄1个半小时，耗时都赶上一本电影了，如果还是日常类型的，那我个人的感受就像看了一本很水的网络大电影，它的内容和消耗的时间产出的观赏性是不太能让我满足的。那么基于以上的观点，我个人会给到赛诺第2章传说任务 7.2 分，主要是高质量的战斗 CG 和爽朗的居乐时，让整个平淡的剧情呢多了一些乐子，以及合理的解释了赛诺的力量来源，还有丰富了须弥的历史，拓展了世界观。好的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